道教是一个典型的多神信仰的本土宗教。在道教庞大的神仙体系里，我们既能看到那些代表道的化身的先天尊神，如玉皇大帝、三清天尊，也有自然界万物神格化而来的神祇，如雷神、山神、土地神，同时还有统御冥界的丰都大帝、东岳帝君等。道教将宇宙空间划分为天地人三界，天界就是先天尊神和后天得道的仙真所生活的世界，地界则是鬼怪所居的幽冥界，像丰都大帝治下的丰都、东岳大帝统治的泰山都属于地界。人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，是自然界万物的生存空间。冥界丰都到底在哪里呢？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丰都呢？道教虽然追求长生久世，对待死亡表现出消极的态度，但是道教同时也强调三界众生皆平等，即便是死后的亡魂也需要超度。道教的传说里，人死之后，阴曹地府的两位使者黑白无常将会前来将他的亡魂带去冥界，经过一系列的程序，如喝孟婆汤汤奈何桥，就会来到冥界。最开始冥界丰都名为罗峰山，陶弘景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神仙体系排行，编著了道教史上第一部神系著作《真灵位业图》。在第7等级的冥界体系中，丰都北阴大帝为主神，他统治着至罗峰山。那么这座山位于哪里呢？陶弘景在《真告产幽微》中称，罗峰山在北方鬼地，山上有6宫，洞中有6宫，是为6天鬼神之宫也。第1宫名为昼觉阴天宫，以次东行；第2宫名为太煞亮世宗天宫；第3宫名为明辰耐犯武成天宫；第4宫名为田昭醉气天宫；第5宫名为宗灵七飞天宫；第6宫名为感思连丸吕天宫。洞中6天宫一同。另外在酉阳杂祖中也有记载，有罗峰山在北方，鬼地周回3万里，高2600里，洞天6宫，周1万里，高2600里，洞天6宫，是为6天鬼神之宫。这里提到罗峰山位于北方之地，我们都知道北方在五行中属水，又因为颜色属黑色，黑又称之为玄，因此又可以称为玄冥。而在古汉语中，冥与冥相通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罗峰山位于北方的一个充满水的世界里。从九泉之下这个词语里更能形象地理解了，泉本来有地下水的意思。九泉为北都罗峰幽泉地狱，为险恶之地。道藏典籍《无上玄元3天玉堂大法》中详细说明了九泉，分别是风泉、崖泉、黄泉、寒泉、阴泉、幽泉、下泉、苦泉、冥泉。道教将阴曹地府划分为了九泉九域，一为风泉号令之域，2为重泉斩国之域，3为黄泉追鬼之域，4为寒泉毒害之域，5为阴泉寒夜之域，6为幽泉煞罚之域，7为下泉长夜之域，8为苦泉屠戮之域，9为岷泉烤焚之域。因此可以说，丰都肯定不是位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了。重庆市有个丰都县，当地有个著名的丰都鬼城，大约从宋朝开始，人们直接把属地的丰都县当作是罗峰山的所在地。这是为何呢？原来在当地有一座道教的洞天福地平都山，既然是仙居之地，肯定是少不了到此地修行的隐士高人。东汉时期的仙人殷长生，先是跟随马明生入青城山受太清神丹经，后又去武当山实施中和丹，用黄金万数施济贫穷之人，最后在平都山白日飞升成仙。另外还有一位仙人名叫王方平，他也是游历四方修道。神仙传记载，王方平居昆仑，往来罗浮阔苍山，最终也是在丰都平都山得到飞升。因此人们为了纪念这2位仙人，以其姓氏树立殷王大道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人们误将殷王理解成阴间之王，丰都也渐渐成为传说中的鬼城。综上所述，道教神话传说中的冥界丰都并不是我们现实中的丰都。刀立天宫神通品第1说，三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其数百千，各个差别，种种受苦，郁郁不同。所谓大地狱有18，上等罪恶所感，次有500，中等罪恶所感，次有1100，下等罪业所感，随罪轻重受苦各有差别。在地狱名号品第5也写道，
阎浮提东方有山，号曰铁围，其山黑邃，无日月光，有大地狱，号极无间，又有地狱，名大阿鼻。由经文中我们可知道，地藏经描述地狱的位置在阎浮提东方的铁围山业海之内。地狱就像人世间的监牢，也有好多层次，有重刑犯、轻刑犯、管教犯，每一个罪犯住的囚牢都不一样。管教犯可以上课接受教诲，轻刑犯可以作务劳动，重刑犯不但不能，手脚还要被铁链链住，脚绑铁球，只能蹲在地上，不能站起来。有的被关在黑牢一生一世，那是黑暗地狱；有的长年累月只有单独一个人被关在斗室，就像孤独地狱。甚或被关在不通风的牢洞里，大小便屎尿都在囚房中，连畜生的生活都不如，如同废屎地狱。说到地狱，一般人很自然会联想到18层地狱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较接近的则有监狱、看守所，犯人都是身陷囹圄，枷锁既深，不得自由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2015年发生的高雄监狱挟持事件，6位受刑人挟持典狱长，震惊全国。事件告一段落后，马英九先生在总统府发言，对受刑人挟持人质表示谴责。他要求1周内提出狱政改革方案。行政院院长毛治国也表示，此事凸显管理缺失，必须彻底检讨，不能再发生。当时社会上有许多针对台湾狱政的改革建议，有检讨就有改正，这不就牵涉到管理学吗？更何况狱所里关的多数都是黑帮老大、作奸犯科、冥顽不灵之辈，要管理这些人，不是需要更高明的方法吗？实在说，人间很需要地狱管理学。试问这世间上哪一个地方没有地狱？除了经典所说大铁围山类的地狱之外，法务部矫正署收押犯人的监狱、看守所，乃至社会上贫富不均，有多少人侧身于贫民窟，生活环境脏乱，三餐不继，未来前途茫茫，那不是地狱吗？中东地区战火连天，尤其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发动恐怖袭击，爆炸之时血肉模糊，那不是地狱吗？人类工业造成自然环境污染，动植物灭绝，人畜得病，那不是地狱吗？乃至每天的屠宰场上，牛羊鸡鸭血流如注，惨叫哀嚎，不也都是地狱吗？所谓心生十法界，其实我们一天的生活里，一颗心来来去去，不知在天堂地狱走了几回。当我们升起嗔怒斗争的心，难道不是阿修罗的化身？当欲望饥渴的火焰烧起，就犹如恶鬼受着真焰吞火的痛苦，难道不是饱尝恶鬼的滋味吗？许多人习惯与人计较、比较，心中充满猜疑愤恨，整天在贪嗔愚痴，或被烦恼忧伤系缚。心的监牢有别于地狱吗？维摩经说，随其心静，则国土静。实在说，天堂地狱不在他方远处，即在心中当下一念。话说，天堂地狱的筷子都是3尺长，所不同的是，地狱里的人吃饭，每当有人夹起菜肴要往嘴里送的时候，从左边送就被左边的人给抢去，从右边送就被右边的人给抢去，自己永远都吃不到，所以彼此怨怪，争吵不休，不得安宁。自私就是地狱。而天堂里的众生吃饭用的筷子和地狱相同，都是3尺长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夹了菜不是朝自己的嘴里送，而是送给旁边左右，甚至给对面的人吃。如此一来，彼此互相给予，互相道谢，相处非常和乐。利人就是天堂。本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